就是我们刚结束第一周的赛事，然后我们也是拿到了2-1的战绩嘛。不过遗憾的点是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3-0结束我们第一周的比赛，因为毕竟 EDG 前面有输给 INTD 嘛，代表他们状况就是并不是很好。然后我觉得我们那天选的阵容上也是赢过 EDG 的，不过小安就是犯2的犯傻，他在下路就是出现了失误，导致比赛没办法好好的正常对线进行的情况下，我们输掉比赛，所以算是唯一遗憾的点。3场比赛中最难忘的一场，我觉得有2场就是打 H2K 跟打巴西的时候，因为打 H2K 是我们基本上就是预期我们是要赢 H2K 跟外卡，所以打 H2K 的时候压力就会比较，第一场比赛压力就比较大一点，然后就也打得非常焦灼，不过最后是顺利拿到胜利。然后打巴西的话也是压力很大，因为看他们屌虐 EDG 的，就觉得哇，他们是非常可怕。外卡跟往年比起来都是一样被看扁嘛，然后不过他们在第一周的时候就是出了意料之外的击败 EDG， 不过我觉得是 EDG 本身过于轻敌了，他们选的角色与阵容都是只顾于打线，然后不管会战阵容，然后前期的失误之下导致被滚雪球，然后外卡今年是比往年来讲强了非常多，所以就是大意上就是不小心输掉比赛。至于我们 LNS 也是被排在外卡以后的队伍，所以我们也是基本上被当作外卡嘛。然后不过每一年来都是这样子嘛，就算我们拿到了像我们 S2 拿到世界冠军，我们还是一样被看扁，所以我们在打比赛的过程中反而是没有压力，我们可以去放手，就是展现自己的实力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打他们脸嘛，脱他们裤子，因为通常都是第一周嘛，大家就觉得哇，谁会赢 LS， 谁会赢 LS， 然后就看到赛评什么3个这样，然后之后我们赢了，然后大家就会做那个没有穿裤子的图，所以就例行公事吧。不过我觉得对我们也是好，就是好处，大家不看好我们非常正面给他们看。就是对上 EDG 之前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胜率就是比较偏低，因为往年在国际比赛上还有训练比赛上，我们就基本上没赢过嘛，算是没赢过吧，所以就当做找看自己的实力在哪里。不过他们在前几场比赛上就是输给了 INTD 嘛，然后我们就觉得那场比赛我们的胜率非常高，所以我们的士气算是非常高昂，然后也是不管是 EDG 啊，以后在我们可能进了8强之后，还是会遇到 SKT 他们，或者是 RNG、TSN 这些各国强队，我觉得我们不管怎样，我们都是保持着挑战者的身份去挑战他们，所以我们本身的压力不会很大。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年的胜算比较高一点，大家今年的实力都非常强劲，所以今年谁会拿到冠军都不一定，我们会继续放手一搏。就是今年的 AHQ 跟去年的 HQ， 我们其实人数我们人都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多了一位 Chawi 嘛。不过大致上我们是没有换过阵容的队伍，比起其他国来讲的话。然后但是我们今年虽然人都一样，不过队伍风格跟我们之间的默契搭配其实都非常截然不同。然后我觉得差别最大的方面是心态吧。以往我们在我们的比赛之中，我们逆风的情况下，基本上就很难赢下比赛，因为我们团队气氛会变得比较差一点，然后也会比较没有沟通，我们沟通会变得越来越少，所以自然而然我们在逆风的情况下，就面对强队很容易输掉比赛。不过今年的话，我们其实就是我觉得转捩点在那个我们夏季季后赛输了比赛之后，我们就会领悟到非常多事情，然后也是我们最后一次拿到第2张门票的机会，最后一次出国比赛的机会，所以在那段期间我们改变了非常多，然后包含 Mountain 啊，他之前心态可能比较小孩子一点，然后还有小安啊，他们下路线可能都在闹，虽然现在也是有在闹啊，不过频率有降低一点，然后还有我啊、西本啊、乔维啊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然后
才会造就现在我们。就今年很多人就会认识我们不一样的 HQ， 然后要一句话形容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是一群团结的、会打电动的生活白痴。因为毕竟出国嘛，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在一般社会上就会有一些脱节，就会表现得很好笑，所以就大概就是用这句话形容我们。就是我们小组赛才经历完第1轮，然后我们去年也是看到我们同队 C9第1组是3-0嘛。不过其实世界赛最关键的还是在第2周的比赛，因为中间会有空窗期，然后大家会开始找寻自己各种的秘密武器，所以第2周才是最重要的比赛。然后像闪电狼嘛，大家可能觉得他们第1周就要回家了，不过他们也是展现他们的气势，击败了 SKT， 然后也是有晋级的希望，然后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，然后也关注我们第2周比赛，为我们加油。我靠，有肚子是不是太大了？我的天，我都烫住。哇，单挑，哇 ，CIB 那个肚子。差不多啊，你的。Welcome to America. Welcome to 那个 free country. Freedom. For the freedom. 不要讲，你学会。过来胖死啊！回去要吃。